它的這個用餐方式改了之後，它的 QR code 裡面的品項就只有剩下2種甜點跟2種燒烤醬，那其他的烹煮方式就都沒有了，價錢提高了，可是它的可用食材的品項就變少。那還有它的冰淇淋，总共有7種口味，但是有6種是空的，可能太忙了来不及補吧。看別人的影片都覺得蠻豐盛的，今天自己親自抖一招，就覺得好像不是那個樣子。朋友，你們知道石斑魚會變魔術嗎？它會變9隻跟10隻，你們知道嗎？因為它的台語叫做9斑，對，瞬間就變成9隻了。它魚湯還好，而且還沒什麼味道，有點可惜的。這個魚肉我不喜歡，吃起來不細緻軟嫩，而且還蠻扎實口感，而且它的魚湯完全沒味道，這個不行。扣分，而且他們現在你的魚只能一次點1隻，等它送過來的時候，你才可以再繼續加點。那我看別人的影片呢，一次都可以拿好幾隻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懂 Mis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來高雄一家很多人喜歡的燒烤店，這家可不是一般的燒肉店哦，不止肉跟海鮮給你吃到飽，還有一些現有的海鮮、燒串、甜點，全部都給你吃到飽。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，到底有網絡說的那麼狂，還是只是吹太大了呢？他們之前是2種價位，那他們現在已經改成全部統一價錢，799元，全部吃到飽。那它現場的魚類有蠻多種的，它有一些方式，比如說燒烤類的啊，清蒸還是麻辣的都有。那我們今天費用是799，加上18服務費，用餐時間為120分鐘。朋友，老樣子，在正面看之前，你幫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哦。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。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我们今天來到高雄男子考古學院，這裡呢在網絡已經紅了一陣子。那歐文最近比較有空，所以來看一下下。那這幾天有下雨，有出門的朋友要記得注意安全哦。那我們就裡面看一下吧。哇，今天假日的中午還蠻多人，大概9成滿。那它的座位大概有20個左右。那我們往前走去看它的自助吧吧。我們現在看自助吧，首先看到的是它杜老爺冰淇淋，它冰淇淋大概有7個，一般品項的都看得到哦。那它一排自助吧，上面是一些果凍，還有麥茶、紅茶、綠茶、麥香的。那下面就是一些串燒跟一些肉品。那我們看一下哈，這個有牛肋條，吃起來不會說太過於軟嫩，但是蠻有嚼勁的，還不錯。那在旁邊就是羊肉串，那如果它上面遮着沒有說羊肉串的話，你吃的時候完全沒有羊肉的香氣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它是什麼肉。如果沒有標示的話，你會不知道。那旁邊就是蠻軟嫩的牛肉串，這是歐文覺得最好吃的。那旁邊還有雞心、厚切豬，厚切豬真的蠻 Q 彈，我覺得有點像是松板豬的口感，還蠻不錯的哦。旁邊有厚切豬五花，還有這個醃製的肉，旁邊就是一些碳水。那它雞腿排有4種，香茅的還蠻不錯吃的，還有特制雞鬆板跟墨西哥，我覺得就有點像紐奧良的香氣。旁邊就是特制雞腿排，那在我們那邊是牛五花，跟這個不知道什麼，上面沒有標，應該是豬肉串。再來是香腸、大腸、米腸，還有雞肉串。那雞肉串吃起來有點像雞腿肉的感覺。旁邊就是星星腸。那在下面這個是醬料，那旁邊雞軟骨、牛板腱，那牛板腱因為肥油比較少，所以吃起來蠻乾硬的。旁邊還有特制雞梨，旁邊就是一排的青菜，那下面呢就是醃製的肉品，一整排都是醃製的。那醃製的肉品我就比較不敢吃，因為我怕是快過期的那一種，所以歐文就沒有拿了。OK， 那它的肉品大概是這樣子。那我們往它的後面，就是一整排的海鮮啊，這邊有一些蛤蜊，跟這個鮮蚵。那鮮蚵看起來還蠻肥沃的哦，還蠻不錯的。那這邊就是牡蠣，生蠔牡蠣。旁邊哇，這個超大顆的蛤蜊，這不知道什麼蛤蜊哦，超級大顆的，超屌。那這邊就是黑鮪魚下巴一整排，哇，感覺蠻豐盛的，而且它的這個魚大概有10種左右，想吃多少都是吃到飽的哦。那上面有它對應的圖片，跟您說下面到底是什麼魚，而且上面還有跟您說它適合怎麼煮，上面都有跟您標示，你可以按照上面的方式來烹煮。那這個魚的旁邊，你可以把魚放在這個塑膠盒裡面，那再跟上面的你要弄什麼樣的烹煮方式，丟一個小排下去，拿到那個窗口櫃檯，它就會幫你烹煮了。
那這個海鮮的後面就是一整排的飲料區，有歐文最喜歡的氣泡水，這個就過關。那還有這個綠茶、咖啡機、雀巢的飲料。那這個下面雀巢的飲料下面就是一些盤子、夾子跟杯子，在這邊剛歐文找不到。那旁邊就是一些，這個白色的是裝生肉的，那在最旁邊那個金色的是裝煮熟的肉，大概是這樣子。那後面還有一些，你如果要汆燙一些麵來吃，這邊也有。那還有白飯，白飯的旁邊就是肉燥，肉燥的旁邊就是一些醬料，有大家喜愛串烤大蒜。那這邊還有魚，蠻好用的一些芥末，還有辣味，還有辣椒醬，大概是這個樣子咯。那今天中午看起來人都還蠻多的哦。那我們先來烤個雞腿排，墨西哥風味，看起來蠻厚實的哦。這皮烤得焦脆焦脆的，帶點酥香，真的蠻好吃的。那它的口味有點像紐奧良烤雞，淡淡的辣味還蠻香的，並且它的雞肉吃起來蠻鮮嫩多汁的哦。果然是腿排，好吃就是好吃。旁邊還有秘製雞鬆板，看起來小一點。它的雞鬆板吃起来有點像雞翅，很滑很嫩的口感，我覺得這個蠻好吃的。最後一個是檸檬香茅，淡淡的香茅香氣還不錯。還有牛肉的烤串哦，這牛肉吃起來蠻彈的，完全沒有筋感，還蠻軟嫩，而且很多汁哦。喜歡吃牛肉的朋友絕對不要錯過牛肉串。還有牛肋條，歐文最喜歡的，相當的有嚼勁的。相對於牛肉串，牛肉條吃起來就比較有嚼勁，更為扎實的肉感，吃起來就沒有那麼軟嫩好吃了。最後一個是羊肉，看起來蠻像的，只是比較小一些。哇，這羊肉串看起来滋滋作響的啊，超讚的。它的羊肉也是相當軟嫩，但是沒什麼羊肉的味道。如果沒有說羊肉的話，你可能吃不出來。講真的。那它的羊肉可能沒那麼好吃，有一些筋感，所以吃起來稍微拖泥帶水，但是還是蠻多汁的。之後牛肩肉给它放上去吧。它牛肩肉看起來有點像我們在喝現沖牛肉湯那種牛肉片，只是說稍微厚了一些些。那牛板腱吃起來還蠻硬口的，純粹的肉感，沒有什麼脂肪，真的還蠻乾柴的，所以還是牛肉串好吃啊。那我們厚切豬給它放在旁邊吧。扎實的肉感，稍微淡淡的豬腥味，但是是屬於比較香濃那一種，烤起來焦脆焦脆，上面還有烤網的烙印，看起來非常迷人。讓我們嘗看看脂肪更多的牛五花。相對於牛板腱，牛五花吃起來是更加軟嫩有彈性，非常的油潤感，因為它的肥油層吃起來蠻油香的。雞心串給它放在旁邊吧。接下来我們要吃雞心串，一串2顆。喜歡吃雞心的朋友不要錯過咯，吃起來相當的軟，帶點 Q 勁。再來杏鮑菇也給它放上去吧。杏鮑菇烤起來蠻好吃的，水嫩的。還有節瓜，相當厚誒，這節瓜很大片。最後一種節瓜。之後我們再去拿了一些牛五花跟厚切豬回來烤，這2種是歐文覺得最好吃的。還有雞軟骨，旁邊有雞肉串哦。那我們在等烤肉的同時呢，魚湯來了，我們來嘗試看看。今天歐文用的這個魚，他說是虎唾，蠻厚實的。這次歐文是煮薑絲風味，哇，這個魚湯很像在熱炒店點的魚湯。那我們就來嘗試看看吧。但這個魚肉就沒有那麼細緻滑嫩，吃起來有點像豬肉那種扎實感。那它的魚皮還蠻 Q 的哦，而且今天中午人還蠻多的。那可能歐文是坐在比較後面，所以還蠻熱的，沒什麼冷氣。我們喝口魚湯吧。那魚湯還好，喝起來沒什麼味道，有點可惜的。這個魚肉歐文不喜歡，吃起來不細緻軟嫩，而且還蠻扎實的口感。而且它的魚湯完全沒味道，這個不行。
扣分。而且他們現在你的魚只能一次點一隻，等它送過來的時候，你才可以再繼續加點。這樣子感覺一來一往的時候，時間會錯失蠻多的哦。那我看別人影片呢，一次都可以拿好幾隻，我覺得那個比較好。現在的這種吃法，只能在他的冰箱拿那個肉來烤，而且他現在沒有 QR code， 沒有錫箔料理了。看人家的影片有那種錫箔料理，他現在改成149這個價格之後，有蠻多東西都吃不到。所以我們剛好烤了一個雞肉串，來吃看看吧。哇，這雞肉串蠻軟嫩，感覺是雞腿肉，而且有淡淡的孜然的香味。剛烤過的牛五花，再給它拿來烤吧，因為拿來冰櫃好像沒什麼都可以烤。還有厚切豬。不知道歐文的感覺對不對？我覺得那厚切豬吃起來有點像松板豬那種 Q 彈脆口感，還蠻不錯的。旁邊還有一些雞軟骨。雞軟骨沒什麼肉，就是吃那種純粹的脆口感。這次我們點了一個石鱸，它的尾巴看起來蠻大條的，而且是麻辣風味。我們來嘗試看看。歐文從小就喜歡吃魚尾，還有你們喜歡吃魚的哪個部分呢？請在下面留言給我哦。哇，這個魚肉吃起來就蠻細緻的，還保留淡淡的魚的甜味。那它的辣屬於花椒麻麻的香氣。我現在舌頭前半段都是那種麻麻的感覺，但是不会太辣。它是我先煎過，上层的魚皮有點酥香脆脆的口感。那感覺到魚肉中間大概9分熟，沒有說熟透，所以看起来有點粉粉的。那現在中午大概是9分客嘛，我覺得他們服務生蠻可憐，只有2個人，要忙前忙後，還要忙送餐、忙整理，還要結賬。剛剛吃的東西也都還沒收。那因為這是歐文第一次啦，我不知道之前的品相如何，但是歐文今天來，覺得他的品相還蠻少的，感覺去他的冰櫃拿個2輪就好像沒什麼好烤的，可能是他現在主打現流海魚。代表我們剛問的店員，他說現在這個 QR code 已經只剩特制醬料跟鬆餅，其他的都沒有了。他現在價錢變貴了，品相又變少，我覺得有點。那歐文剛剛去拿了一些香腸來烤香腸，還有歐文覺得最好吃的牛肉串呢。這次我們的味噌石斑魚來了，味噌香氣蠻濃厚的。來喝口湯。哇，好喝！這次的湯頭就蠻好喝的，有非常香濃味噌香氣，但是不會太過於鹹口，還蠻不錯的哦。那之後我們來吃個石斑，石斑魚的魚肉更加為細緻滑嫩，真的超好吃。朋友，你們知道石斑魚會變魔術嗎？它會變9隻跟10隻，你們知道嗎？因為它的台語叫做9斑，對，瞬間就變成9隻了。它這個味噌風味真的還比較好吃。剛那個薑絲的完全是沒有味道，這個還蠻不錯的哦。之後我們剛好去拿了2條香腸回來烤，我們來嘗看看吧。它的香腸是歐文喜歡的甜味，很像黑橋牌。歐文最喜歡的牛肉串又來烤了一次。坐在後段真的蠻熱的，沒什麼冷氣。歐文第一次拿的牛肉串真的是蠻鮮嫩的，那這次拿了品質不齊，有的吃起來比較乾硬，有的吃起來比較軟嫩。另外一條魚又來嘍，我們這次是用清蒸的方式，上面還有一些蔥花跟辣椒碎。白色的魚肉不會太過於軟嫩，我覺得這個魚清蒸的方式好像沒那麼對味哦。那它這條魚的中間就煮的比較熟，所以魚肉比較不會粘在上面。吃完石斑魚之後，你感覺其他魚肉好像就沒有那麼細緻軟嫩。這條魚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問工作人員也不知道。那它的魚刺蠻多的哦，所以你們吃的時候要小心一點。其實我蠻怕吃魚的，因為這個魚刺蠻多的，我很怕插到喉嚨，小時候有陰影的。接下來是甜點時間，我們現在吃鬆餅吧。那鬆餅出來的時候是冷凍的，所以你要烤一下哦，不然會很硬。鬆餅原本就有淡淡的蜂蜜味，再沾上面更添加的是奶濃香氣。接下來旁邊要起司地瓜燒，來吃看看嘍。很綿的地瓜泥，那上面還要撒上一點砂糖跟起司，所以吃起來有點砂糖的顆粒口感，還蠻不錯的哦。接下來我們來吃冰淇淋吧。那非常的特別是7種口味，6種是已經沒有了。而且其中1種花生的也很難用，真的超硬的。歐文人已經盡力了，看起來蠻醜。愛朋友們，歐文就吃飽了。今天吃這一餐吃起來真的是，還可以啦。
那鮮烤魚一次只能夾一種，所以這樣一來一往會花了一些時間。那歐文最喜歡的還是它的石斑魚，那個肉質真的非常的細緻又軟嫩。你吃完石斑魚之後，再吃其他魚類，感覺就沒有那麼好吃了。烹煮方式，歐文最喜歡的是味噌的方式，因為味噌的香氣是蠻濃厚的。覺得最沒味道就薑絲的方式，感覺一點味道都沒有。那個湯頭之後是它的冰肉桂，上面有非常多種的肉。那最特別的是它的羊肉，吃起來是沒有羊肉味道。所以你如果沒有標示是羊肉的話，歐文可能覺得是豬肉。那歐文覺得最可惜的是它的這個用餐方式改了之後，它的 QR code 裡面的品項就只有剩下2種甜點跟2種燒烤醬，那其他的烹煮方式就都沒有了。價錢提高了，可是它的可用食材的品項就變少。那還有它的冰淇淋，總共有7種口味，但是有6種是空的，可能太忙了，來不及補吧。看別人的影片都覺得蠻豐盛的，今天自己親自抖一招，就覺得好像不是那個樣子。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哦。如果喜歡我的影片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。我是懂秘手歐文，吃歐文有沒有？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味淡水煎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，我們再見，拜拜。